什么是杀猪盘式骗局？简单来说，就是骗子通过网络聊天，先骗取对方的信任，再通过一些软件骗取对方的钱财，成功后溜之大吉，销声匿迹。那又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因为受害者被骗子的三言两语所迷惑，然后像着了魔一样向骗子打钱。在骗子们看来，受害者就像猪一样傻，而自己就是聪明的屠夫，所以被称为杀猪盘。骗子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他们巴不得受害者被骗得倾家荡产，身无分文，并且还十分享受成功后的快感。那么这些骗子们究竟是如何行骗的？而受害者们又是怎么一步一步上当受骗的？如何避免陷入杀猪盘？本期猫爷就来起底，专门以谈恋爱为名培养感情，重点围猎30多岁女性的杀猪盘式骗局。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婚恋杀猪盘中，受害者叫猪，谈恋爱叫养猪，聊天工具叫猪食槽，快的15天杀猪。他们通常都经过了专业的话术训练，知道遇到什么人该说什么话，脑海里还存着不下几百个剧本。在面对不同的猪时，他们说的话用的剧本也不一样。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一个男子的身份可以是 IT 男，可以是操盘手，还可以是国际刑警等等，甚至还可以作为一个空姐。总之，只要是你想要的，就没有他们不能伪装的。当一个屠夫具备以上条件后，他就开始寻找目标了。为了能够骗到钱，他们不会去找没有收入的小孩，也不会去找那种有退休金的老人，而是将目标确定为那些30岁左右的女性。这些被专攻的女性大致有几个共同点：对生活有压力，无处宣泄，因为眼光高，没对象，有钱好骗。屠夫们会制造偶遇的机会，顺利加上受害人的联系方式，随后开启善解人意的模式，对受害人嘘寒问暖，慢慢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但从来不会打视频、见面等等。等两人之间的信任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会以我抓住了某赌博软件的漏洞，我得到了一个赚钱的办法等等话语来引导受害者将自己的钱送进屠夫手里。若是受害人不信，他们就会再加筹码，比如赚了是你的，赔了算我的等条件，将受害人哄得美滋滋的。于是受害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投资。这些软件的背后操控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屠夫自己。他们会先让受害者赚上几笔，然后再亏损一点点，之后继续盈利，使其处于一个整体在获利的状态。反复几次后，屠夫们还会邀功似的说，看我没骗你吧，虽然有时候会吃点小亏，但还是让你赚了不少吧。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罢了。等到时机成熟，屠夫将其大骗一笔后，就会立即收网，然后抱着赚来的钱沾沾自喜，丝毫不管受害者的生死理解。相比这种简单型的杀猪盘，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纪录片叫做《Tinder 诈骗王》，堪称杀猪盘式骗局里的天花板。纪录片中的主角叫 Tinder， 自我介绍是一名亿万富翁、钻石大亨的儿子。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不好说，但他确实过着高富帅的生活，英俊的长相，一身的名牌，朋友圈里更新的全是他高质量的生活。像他这样的身份，认识的女生也大多都是有钱人。与普通骗局不同的是，他利用自身高富帅的优势，把那些新认识的有钱女生当作猪，像开着私人飞机只为见他一面，坐劳斯莱斯兜风，到5星级酒店吃饭是常有的事儿。各种惊喜和浪漫更是层出不穷，照顾女生的时候温柔体贴，细致入微，简直是所有女孩子的理想型。在这样一个男人的攻势下，有些女人很快就会沉醉其中，认为他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很快就确定关系，幻想婚后的美好生活。殊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落入骗子的圈套。一旦两人信任度到达一定程度，男主借口自己遇到麻烦开始借钱，然后越借越多。每当这时，男主又会拿出自己伪造的支票来打消女生的疑虑，一环接一环，女生信以为真，他却拿着这些钱继续去骗下一个女人，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最终Tinder骗取女生不下6000万元，最后还是在3个受害者的努力下才将她送进了监狱。普通的杀猪盘诈骗流程没有诈骗王的这么高大上，但也不容小觑。
他们有组织有技术，骗取的金钱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大部分来自30岁左右的女性。被骗的女性并不是大家以为的低学历、天真单纯的女孩子，而是那些学历较高，在社会上有着不错工作的女性。除了这一点，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比如单身、感情史空白等等。屠夫们抓住这些，抛出感情需求的诱饵，让其上钩。屠夫们通常会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身心健康、事业有成、渴望爱情、体贴有爱的优质男性，然后在婚恋网站和各种社交平台寻找那些生活在1线、2线城市的女孩子，或者经常发自拍的已婚男女，利用加做朋友等套路与这些女子牵线搭桥。这一类女子虽然不是单身，但她们之中的大部分在感情上都是空虚的，因此部分女性并不会拒绝这样一个男子的好友申请。认识后，屠夫们又会根据女子的喜好继续定制自己的完美人设。一段时间后，两人发现三观相同，爱好一致，女子以为这是天赐良缘，而男子却只是把对方当作赚钱的工具，两人各有目的的建立恋爱关系。接下来，屠夫就会不断的以我是为你好对受害人进行精神上的控制，令他对自己言听计从。女子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渐渐的开始怀疑自我，愈发的听话，只想得到他一人。但实际上，在屠夫的手中，他有着许多个目标，女子只是其中一个。当时机一到，屠夫就会开始杀猪。他们构建赌博投资平台，制作虚假支付链接等等，通过暗示、试探、诱导等方式来钓鱼上钩，一步步地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骗钱。有些女生发现不对劲后，可能会及时止损，但很少有人会因此报警。除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他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犯罪，只能不了了之后多长个心眼。一旦有女生上套，屠夫就时刻关注这个女子的动向，甚至还会提出合资的办法来帮助受害人赚钱，还会鼓励其贷款投资。不得不说，这种人简直是坏到了极致。等到屠夫们将钱骗到手，他们还装模作样地说这个漏洞出了点问题，需要受害人将聊天记录删除。在得到聊天记录已删的情况下，他们二话不说就将受害人删除拉黑。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将账号设备换掉，就连 IP 地址域名都提前更改。这样一来，就算受害者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被骗了，也为时已晚，除了报警别无他法。据有关人员透露，一个屠夫手里至少有5部手机、上百个群、10几种身份和几百个剧本，只为受害人专属定制。他们还会在星期3、星期4进行集体收网，给双方一定的操作时间。等到受害者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的时候，屠夫们就会想尽办法拖延时间，直到1周的周末过去。这样一来，就算报警了，警察也无法追查到钱的动向，可见他们十分狡猾。受害人被骗后，失去金钱对他们的伤害可能还是最小的，有些人可能还要偿还沉重的债务，还有心灵上的创伤，这将会是他们一辈子的阴影。随着这样的骗局越来越多，中国警察也意识到了这种案件的严重性，在严厉打击诈骗犯的同时，也不忘宣传防诈防骗。猫也建议大家平时多看一些关于骗局的新闻，防患于未然。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论是对熟人还是陌生人，防备心重一点不是坏事。真正对你好的人，只会劝你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只有骗子才会想让你一夜暴富。当然，更不要抱着一种我聪明的很，我能够骗骗子的心态去投资。要记得，买家没有卖家精，可能在不经意间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得不偿失。近年来，时代在发展，骗局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从昔日的登门行骗到今日的打感情牌行骗，即便有警方极力打压，但依旧不断有人铤而走险。总之就是一句话，擦亮双眼，守护好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经历过类似的骗局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